第3波了，地上发生地过急，快撑不住了！地面部队立刻后撤！重复，立刻后撤！凌霜校官，你已被勒令反对肃职，违令出现在这里是严重的，回来，那是陷阱。墙缝里渗进刺骨的风，脚步轻却冲我眼睛，每道目光都定在我背影，呼吸停在第3秒后，我守护着这道不能退的墙，骨头里烧着没灭的光，谁也别想把我的信仰强光。今天的食物咸得有点齁嗓子，是不是谁在地底腌了扁菜？别出声，嘘，吃完这块饼干数到100，然后往东边跑，那边有人接。又是新的一天了。东门防线失守，东门防线失守，请求增援。麻烦。第7吃饱，房价一直涨不起来，不是没道理的。这邻居太吵了。你们打了这么久都不累的吗？我瓜子都快嗑完了。命令：倘若遇到危险，就舍弃普通人逃命。那要我们有何用？你是谁？哟，二位感情真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那边还有辆车，咦？这一下算我请客啊，算我请客。谢了，上面那位嗑瓜子的，瓜子仁留着自己补补钙。不用谢。No one hears the silent scream.
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能直接击杀池兽和信？林大小姐，这种问题得排队。我比较想知道上面那位飞下来的摔着疼不疼？不疼不疼，我骨头软，摔不坏。倒是你那个面具裂了条缝，回去记得补补。破相才帅，你不懂。什么声音？地底下，城底下有东西。你还在，我来拆阵。你们分两翼，你们分两翼。副队，东门防线失守，城防军请求启动备用立场发生器。准，让队员优先掩护平民，准备启动火种计划，分批撤离。我去地下一趟，亲自检查备用设备状态。你们要回来啊！三位，受潮歇了。虽然我觉得他只是喘口气，但喘气的时候，咱们是不是该跑？还是你们打算在这儿开个战后总结会？你刚才说的拆阵，你以前来过第7bí宝。林大小姐，人家蒙着眼呢，看不见路牌，来没来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边有人来了，看起来是冲你来的。凌霜校官，你擅自离队，擅入第7主堡战区，这些事回去之后总部会一件一件跟你算。现在，请你立刻交出武器，接受临时管制。我是来查事的，查完我自己会走。查事？你有什么权限在战区擅自行动？战区擅自行动。哎，我说，你们要抓人，能不能等城墙修好了再抓？外面那些玩意儿还在喘气呢。你是谁？残章编号报上来。编号？我没那东西，我就是个嗑瓜子儿的。您忙您的，别管我。报告，东门防线是稳住，东门3体火器，但立场发中计只能再撑6到8小时。平民还没撤完，我需要所有能打的留在城墙上，包括这位林校官。燕队长。这不是你该管的事。副队让我负责地面防线，地面上的人归我调。您要把人带走，可以。等受潮彻底退了，我亲自送他到你面前。凌霜，你的事没完。燕队长，你最好知道你在保什么人。凌校官，你来的比我想象中优秀，和林峰那小子3年前刚到主堡的时候一样，你跟他长得像。尤其是握枪的姿势一模一样，
他说林峰的时候，你反应很大。姓林，他是你哥。行，你有你的秘密，我有我的秘密，咱们都有一堆秘密，搁一块正好凑一桌打牌。不过现在下面那个东西，你们感觉到了吧？感觉到了，那个呼吸声不是吃兽的，下面有东西，醒了6成。快了，很快就不用再痛了。老头，老头，你在这儿守了多少年了23年。那你应该听过不少弟弟的声音吧23年前，那场兽潮之前，弟弟也想过。我儿子说，那声音像有人在地底下哭，他没说错。小子出任务前吃，别空着肚子上墙。燕队长，3年前，林峰来第7主堡，执行的是什么任务？机密任务，文件封在贺副队手里，我没权限看。但林峰那小子，他聪明。他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燕哥，如果哪天我妹回来找我，你别拦他，但也别让他知道我做了什么。”我一直没搞懂他说的做了什么什么是哪个什么，但他这么说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他不会无缘无故说这种话。你哥不在了，我比你更清楚这件事。但你来了，拿了这把枪站在这里，那就别只为了找他。别急，别抢，每个人都有，老人先拿，孩子排后面。豆芽，你在看什么？那颜色以前从未见过，要来了。我去城墙上找队长说一声，你待在这儿别动。你刚才在地甲缝隙那边站了很久，你听到了什么？呼吸。谁在呼吸？他在翻身。这玩意儿不是兽潮能发出来的，下面有东西在喊。不止在喊，他在召唤。召唤什么？召唤所有能动的、能听到他声音的东西，往这边来。第2波兽潮比刚才那波大10倍。所有人上墙，准备接敌，把平民往内城撤，快！平民往内城撤，快！防线中断，注意！兽潮前锋已进入射场。
快醒了，再等一下。刚才那波打招呼比上一波热情多了，下面那位老爷子起床气不小。起床气，他还没醒呢，这顶多算是翻了个身。你一直说下面有东西，你究竟知道什么？知道的不多，但我知道它不是什么噬兽。噬兽是物里长出来的东西，是副产品。下面那个是种物的东西，林小官的东西。林小官，副社长有请。他说要跟您当面谈一下凌风长官的事。带路。贺副队是这个主堡管事的人，对吧？管事的，没错。但他管的是城里的东西，还是城下面的东西，这就说不准了。凌霜校官，坐吧，不用拘束。凌风是个人才，3年前调来第7主堡，我亲自接的。他执行力强，判断力也准，所以我交给了他一件比较特殊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地底勘探。第7主堡正下方有一片古地层结构，我们怀疑那里埋藏着永夜降临之前的东西。凌风带队下去了好几次，传回来的数据和样本都很有价值，但最后一次，他失联了。他最后一条通讯是给我的，说阿双别来。您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说阿双别来，您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，这也是我一直在查的事。凌风失联之前发生了什么？他看到了什么？我比你更想知道。凌霜校官，你违抗命令来这里，上面压得很紧，是我暂时压住了你的处分令。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凌风为这座珠宝做过事。我不能让他的妹妹到了这里还要被自己人追着跑。你留在这里查，我给你权限，城防档案、地库旧记录、凌风当年的小队名单，你都可以看看。凌风，你妹妹像你，都太聪明了。老板娘，这些挂件怎么卖？不卖，送有缘人。送有缘人。那我算有缘人吗？你算戴着裂痕面具的怪人，有缘有缘，缘分不少。不过你找我不是来买挂件的吧？有话直说。老板娘，你在这开了几年了啊？7年。7年？那7年前，你是不是在冥府地库勘探队待过？年轻人，打听人的过去是要付代价的。这个够不够付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你认得这个标志？这不是你该碰的东西，把碎片拿走，店要关门了。你要查的东西不在档案里，在地底下。但地底下不只有你要找的，还有不想让你找到的东西。豆芽，你看到什么了？豆芽，你看到什么了？燕队长，这个你见过吗？见过，凌风当年交过一份勘探记录副本给我存档，但这份
比我看过的版本多了一页。多了一页。这行字不是凌风写的，笔迹不一样。凌小官，你哥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第7珠宝地底下压着的东西比禽兽危险10000倍。我当时以为他指的是那次勘探遇到的深渊裂隙，现在我有点怀疑，他自己也不太确定那是什么。他写了3成，地底有一条路可以进去，但进去了就不一定能出来。你们选。你要下去。让开！这玩意儿套了层壳，打不动。下面好像有路。我下去。他在呼吸。下去可以，但下去之后，你们的命就不归于你们自己管了，归他管。你们的命就不归于你们自己管了，归他管。你们还想走吗？行吧，我等了这么久，也不差这一趟。燕子子都平安回来。原来这藏着这么大一坑。不是普通的岩洞，有人来过，很久以前。前面有人，活着的，不止一个。来都来了，走吧。这片废墟比珠宝本身年纪大多了吧？你们看那些石头的风化程度，少说几百年，搞不好上千年。不止，永业降临才20多年，这些建筑不可能是永业之后建的。地底的品种，地表没见过，沙化削弱的程度只有6成，得多切几刀。你能感知到周围还有多少这种？3到5只，分散在建筑缝隙里，他们在避着我们。不是避，是在看。这东西有某种程度的领地意识，他们把自己当成这片废墟的守卫。你凭什么判断？猜的。来都来了，要不咱们撤？你感觉到了对吧？前面那个方向，他的呼吸节奏和你体内的东西一样。这画的是人吧？而且不止一个人。你看看，这排成一排的姿势，像是在做什么仪式。这是裂隙，和地表那些地裂很像，但这种画法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裂隙更宽、更深，像一条贯穿整个地层的裂缝。这些人面朝的方向是裂缝里面，他们在迎什么？
这是古赢什么？这是古签文的一种变体，比永夜早得多，大概是16世纪以前的东西。哟，你连这个都懂？以前干考古的？这行字的意思大概是：当4道残章汇于永夜之城，旧日余烬将睁开眼睛。残章？我们4个，这壁画还带预言功能的，那他有没有画到我们打完架之后去哪儿吃饭？我比较关心这个。你认得这文字？那你知不知道他说的是4道残章，还是任意4个残章？这个字根的写法，特定指代被标记的残章，不是所有残章，是特定的4个。那边有金属，和刚才在路上捡到的那块碎片同一种材质。这上面的字是林峰的，这是他随身装备上的名牌，他不会随便丢这种东西。林大小姐，先别急，看看附近还有没有别的痕迹。裂隙之下天然结构，疑似古遗迹。我已第3次下探，副署长催促加快进度都有，我不知道怎么再看。是更深的，他发现了古遗迹，他知道了贺崇仁在催促他。阿双，如果我回不来，别听任何人的话来找我，尤其是贺重楼的话。这贺副队催促加快进度，他在地面上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，地底下让一个残章拿命去探这种地方，不太对酒吧？你们来看看这个。这只手，就是刚才我们打穿地箍时从地下透出来那种暗红色的力量，跟持兽的不一样。这不是预言，这是记录。曾经有人做过一模一样的事，4个人站在裂隙前，迎战从裂隙里出来的东西。他们赢了，还是输了？壁画没画完。又来了。这次比上面那次真的猛，我建议往后退。他刚刚是不是说了个名字？走不走？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，等了我们很久了。4道残章，这回可别画成遗像了。这地面不像天然形成的，是被人铺过的。这是血，时间很久了，但能看出来量很大，不止1个人的。这个图是用来接东西的，站在文素上的人能连通下面更深处的东西。槽底下还有东西。他来过这里，然后就再也没回去。贺崇林说他在执行任务，这个任务就是把命丢在这个洞里。那贺副署长现在在地面，这个任务就是把命丢在这个洞里。那贺副署长现在在地面上干什么呢？喝茶批文件，还是等我们回不去？他在等这个图案再被激活一次。林峰当年激活了一半，所以那个东西只是翻身了。他需要有人把剩下的一半做完。
谁来做剩下的一半？他说了，4道残章。醒了。我知道，那4个已经到了。林峰的妹妹也来了，她比林峰更像我。林峰当年只差最后一步，可惜他太聪明了，聪明到在最后关头犹豫了。但他的妹妹不一样。快了。苏少，苏少，前面有声音，又不是石兽吧？石兽走路不是这种节奏。是人吗？不完全是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他们是林峰的队友。他们身上覆盖的那东西不是矿石，是新元种结晶化之后的外壳。人一旦被完全包裹，意识就没了，但身体还会动。怎么的？沙化削弱的程度才60%，3只我还能对付，后面那些要是打不成群，上外壳就打关节。他们动作僵硬，间隙大，切膝盖和肘部。别打太深。你们看他们的移动轨迹，他们把我们往通道深处引。好家伙，连尸体都会设埋伏了，连尸体都会设埋伏了。撤，原路退回圆形图案区。他们停住了，这个图案区域他们不进来。不是不进来，是他们不能进来。这个图案区对他们来说是禁区。原路在他，来路被封了，那我们怎么回去？画这个图案的人留了别的路，这图案本身就是一个入口。开个门，不会耽误太久。能通到地面吗？通，但出口位置大概在珠宝西区某个地窖里。得，最不爱说话的那个都跳了，跟上，跟上。你留下的门还是这个老样子。还好没在地下待太久，我差点以为要错过晚饭了。弟弟的能量变动和城墙立场是同频的。什么意思？立场的能量在喂他。立场在给弟弟那个东西功能，那谁在给立场功能？珠宝的能源系统，地热发电站建在珠宝正下方的那座。贺副署长管着能源调配审批。贺重楼，他3年前调我哥来第7主堡，给他机密任务，下地库勘测。7主堡给他机密任务，下地库勘测。我哥在地库里发现了这些图案和遗迹，然后他就失联了。我猜，贺副署长不是最近才开始做这些的，他提前了很多年。林峰不是第一个下地库的，还有谁？7年前，有一支地库勘队，17个人，只有1个活了下来。行了，地下的事儿看完了，该看看地上的人在干什么了。你们3个各自有各自要查的东西吧。我建议分头走，天黑之前在这里的碰头，天黑之后手潮随时会再来。天黑之前，我回这里。
阿九姐，7年前地谷勘探队17个人只活了1个，那个活下来的人，你认识吗？小兄弟，你查得挺深。那你知不知道那个活下来的人为什么还活着？知不知道那个活下来的人为什么还活着？因为他被副队长推出来了，副队长没出来，所以他活下来了。你从哪儿知道这些的？归墟，我查归墟覆灭的线索，那批档案里有7年前地库勘探的记录，编号、人员名单、任务目的，但你那份记录去了最后一页。归墟的档案里有那一页的副本。进来，关门。 7年前那次勘探，我们的任务不是初步勘探，是确认。提前给了副队长一张简图，让他去验证地底某个特定坐标位置是否有异常能量读数。我们到了那个位置，发现了和你刚才说的圆形图案差不多的东西。17个人里，只有我看到那张小图的背面有一行手写字：确认完成即封存，不得上报。这个位置。 和现在主堡立场发生地的地下基，这个位置和现在主堡立场发生地的地下基座距离多少？垂直距离不到15米，立场发生地的能量管道贴着这个位置走。那张显图，你现在还有吗？当年我留了一份副本，这是那副队长唯一留下来的东西。 地下有什么收获？林峰随身装备上的名牌，在地库里找到的。他走的时候身上那些装备都在，名牌也在。你能找到这个，说明你走的路没错。燕队长，3年前林峰到第7主堡的时候，是谁电接他的？是我，但把他调来的人是贺副署长，调令上的签字是贺重楼的。 贺重楼亲自签的调令。他当时跟我说，林峰在军方后备序列里考核成绩第1，地库勘探需要这样的执行力。我信了，军方后备序列里考核成绩第1，地库勘探需要这样的执行力。我信了，因为林峰确实是最适合的人。他不怕黑，胆子大，手稳。他下地库之前跟我说，燕哥，这次任务时间不长，1个月左右就回来了。他走的时候笑了一下。他走之前那天晚上。 还去西区市集买了一包灰草茶，说要送给一个朋友。灰草茶，阿九，你认识他？林峰那小子和他那个朋友，7年前地库勘探队活下来的那个，关系挺好。林峰每次下地部之前都会去找他喝一杯茶，问一些地底下要注意什么之类的话。后来林峰失踪了，阿九再也没有提过他的名字。燕队长，你觉得贺重林这个人怎么样？ 我在主堡待了30年，见过很多署长、副署长，贺重林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他太正常了的人。正常到每一次他笑得刚好，说话刚好，做决定刚好，好像他在心里打了一张草稿，然后照着演出来的。我要查他，我要查他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我要查到底。 这是林峰最后一次下地宫之前留在我这里的。你看了，如果是给你的，你就拿去吧。阿双，如果你看到这张纸条，那说明我真的回不来了。别难过，我不怕死，我怕你为了找我把自己搭进去了。贺重楼是个很不对劲的人，我怀疑他在利用地穴做某件事，但证据不够。如果我回不来，你别听任何人的话，下来找我。 去查主堡正下方的能源管道，那里和他办公室的地下室有通道连接。阿双，你比我能打，但你太听话了。这次别听任何人的话。
你今天来早了，还没到点灯的时候。提前来坐坐，下面太吵了，上面清静。下面地底下的东西，你听到了？听到了，很久以前就听到过。多久以前？久到比这座竹篙更老。我儿子当年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：爸，灯亮着我就找得到路。23年了，我每天都点着，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找到路，但万一呢？会找到的。但万一呢？会找到的。如果他在哪个地方能看到光，他就能找到路。今晚不太平，老头儿，灯看紧点儿。我从一个认识地底结构的人那里拿到了这个，主堡正下方15米处有一个异常能量点，而且这个图案的位置和地壳里我们看到的那个圆形图案一模一样。林峰留给我的最后信息，他说鹤虫楼办公室的地下室有一条通道，连接主堡正下方的能源管道。贺崇岩把主堡的能源管道改成了地下那个东西的喂食器，在加速那东西的苏醒，而且他在算时间，今晚或者明天他会做出下一步。贺崇林今天下午刚刚批了一份能源调配表，地热站 B 线检修，建议暂时关闭。那根管道正好贴着那个圆形图案走，他有幸了，比刚才更深。今晚咱们是去贺崇国的办公室拆了他的喂食器，还是上城墙先把受潮挡回去？兵分2路，挡受潮和拆管道。今晚必须有2路同时做，挡不住受潮，主堡就没了。拆不掉管道，地底那个东西还是会醒。墙上的事，我和那个蒙眼的来做。办公室下面的事儿，你们俩熟手。同频的感觉，压不住就别压，我叫你压的时候再压。管道上的结晶跟地谷里那些种子身上的一模一样。贺副署长这地下工程做得挺有艺术感，把整座主堡的能源系统改成了他私人花园的灌溉管道。他改的不是花园，他改的是胃管。比喻这么重。你哥刻字的习惯挺讲究。他说过，如果哪天有人捡到我身上的东西，看到那个字就知道是我，不会把我当无名尸体扔了。前面还有一段，从管道走向判断，再往前20米左右，应该就到贺崇楼办公室的正下方了。贺崇楼办公室的正下方了。拆了它。你拆容器，我拆管道，3分钟够不够？有照。别看了，他在蓄能，撤！他在蓄能，爽。走。这东西还会发火。贺副署长的养宠手册漏写了好几页，
回地面，侧门防线可能出事了。我刚才听到了爆炸声。你的手在抖，压不住了就别压，换我来顶前面。往左巷口走，别停！大人带好孩子。孩子没事，带他们撤。他们什么英雄？他们什么英雄？枪都断了，我那儿还有根烧火棍，要借你们。你认识林峰？全主堡谁不认识？别绕。你知道的，你进地窟的时候，看那些壁画的时候，你认得残章的意思。那个词的字根写法，那不是一个普通残章会知道的东西。你和林峰是同一种人。你哥，他最后一次下地洞之前，来找过我。他说他在地底下发现了一些东西，他觉得自己可能回不来了。他问我，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我的枪来找你，你能不能告诉他一句话？什么话？他说，告诉他别找我了，但别停，往前走，往深走，往前走，往深走，走到底。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种话。他没跟我说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我跟你有同一个方向，但我知道了。现在你跟他一样，走到底之前不会停。城墙还在打，走。枪呢？断了。那根烧火棍，我之前说了借你，现在还在。断枪也能打，你刚证明了。没断干净，还能打。你哥教你的枪法，用断的也能使，长枪的劲道在腰不在刃。你刚才那几刀，每一刀都在用臂力硬砍，省着点手腕。知道了。你的年龄长缩到3米了，还撑得住。手潮在缓波，但暗红色的光比之前大了一圈。贺崇灵的喂食器虽然被我们砸了外壳，但管道好像还在功能。外壳破了，但管还在。那4个人的动作比我预想的快，尤其是林峰那个妹妹。
后一击了，今晚之后都不需要了。周嫂，北边侧门的防线补上了，我记了3个新来的残章名字，他们打退了一波从侧翼绕过来的池兽。好，记住了就好。变了，又来了。往内程撤，不要停，不要回头看。城墙暂时熄了，但地底那个东西，刚才我在城墙上感觉到地下3波震动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深，频率也变了，从呼吸变成了心跳。你那个面具不只是挡脸的吧？裂成这样还能撑多久？录就录呗，长得又不难看。城墙暂时稳住了，但鹤虫王还在指挥所里。如果地底那个东西真的是他用能源管道在喂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切断剩下的管道。刚才我们砸了那个球形容器，但管道仍在。如果我是鹤虫楼，我会把支线管道埋得更深，藏在更隐蔽的位置。他在地下待了这么多年，不可能只留一条路。那就再下去一次。食物的浓度在上升，黎明前他们会发起总攻，我们没有退路。现在去，城墙随时可能再来一波。你那张面具再裂一道，可就真挡不住了。那就让他裂呗，反正该漏的总要漏的。我去就回，你们别趁我不在把贺副署长打死了，留一口气给我问几句话。这场仗还没过半，贺重楼，你那张温和的脸下面，到底还藏着几层？你面具裂了，比我预想的多一道。阿九姐，这份图上标注的支线管道位置有几处我看不懂。你说过这些管道是7年前勘探时标记的，但贺重楼上任之后有没有改过走向？改过。7年前我们勘探的时候，地底主脉管道只有一条路线，但后来贺重楼以热战升级改造为由，封存了一批旧管道。贺重楼以热战升级改造为由，封存了一批旧管道图纸。李凌风的字，这是林峰最后一次下地洞之前给我的。他说他在贺重楼办公室里看到了一张新的管设计图，趁没人注意抄了一份。你看这个位置，这条标着废弃的管道实际上根本没有废弃，它绕过主供能管，直通主堡地基最深处。深渊。你听说了这个地名，对吧？那你知道它下面是什么吗？小兄弟，你那面具的材质我认得，不是普通的面具，它是活的，对吧？我知道。裂了不补，你里面那个东西会透出来。贺重楼在地下多修了一条支线管道，绕过了主功能管，直通主堡地基最深处。一条支线管道，绕过了主功能管，直通主堡地基最深处。地基最深处，那不是地热泵机组的原址吗？原来是的，但现在那里已经改了。这条线的末端我见过，在地库最底层那个圆形图案的正下方。你能确定？确定。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圆形图案，那是上层，它的正下方还有一层。那个东西的真正核心不在上面，在最底下。贺重楼让我们砸掉的那个球形容器是诱饵，
那条支线管道才是真正的卫士通道。所以，咱们现在得下到地库最底层。下。那条管道的末端，才是真正要拆的东西。都下，但下去之前，城墙还得有人守。燕北回的残章小队在地面撑不了多久。那就分2波，你们3个先下，我留在城墙上，打完下一波再跟过来。反正我的匕首在哪儿都一样，地面地下。我留在城墙上，打完下一波再跟过来。反正我的匕首在哪儿都一样，地面地下都是哥。队长，你说过，别舍不得让它碎，该碎的时候你得比它硬。现在算不算该碎的时候了？来吧。你来了，他等了你很久。从你踏入第7主堡的那个起，他就醒了3成。我哥在哪儿？林峰是一个好人，但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我只是替他缩短了那个过程。那个过程在哪儿？你比你哥狠。他教我的。贺钟楼，你女儿的名字是你身后的那个东西告诉你的，还是你自己选了它？哼！拆它！一拳不够，再来！你们拆不完的，他和我连了15年。你们拆一根管，他有10根在长，那就拆10根。他会自己长。那就再拆。我来。你哪儿来的？楼下那家杂货铺老板娘送的，她让我带给你。他还在铺子里。在。该下去一趟了。他暂时动不了了，我们走。等那个名字念完，他会开口的。等他念完了再来，我哥的事必须问清楚。下面怎么样？管道断了，管道断了，手指停了。贺仲峰还活着，但他说不出话。他怎么了？有人问了他女儿的名字，他憋了15年没让人碰的东西，现在堵在嗓子眼里了。城墙上燕北龟撑住第5波了，我估计他还能撑半波，不能再多了。那个名字念完了。你果然在下面。你站那儿快1个时辰了，那屋里有你熟人？没有，但下面有。阿念，他叫阿念。你走出来就为了说这个？出来透口气。15年了，好久没看过外面的天了。你身上的东西，他和你连得比我深。我花了15年才长出纹路，你只花了几天。你比他更想要他的力量。贺副署长，你出来透气，透完了吗？
你身上那个气味，我在地下室闻到过，很久以前，在更深的层位，你闻到过。很久以前，在更深的层位，你闻到过什么？我挖到第7层的时候，在岩壁上看到过一行刻字，不是现代文字，字迹比你在地库里看到的那些壁画更老。我当时以为那行字说的等的人是我，直到现在看到你，我明白了。行了，贺副处长，你出来透气也透完了，该回去坐着了。城墙那边还有事要处理。天亮之前，城墙还有一轮受潮，燕北会撑不住第2轮。那就上墙。他醒了6成了。刚才城墙中断响了又一头大的，后来停了，没停。走，去城墙上看看。通知残章总部启动火种计划，平民分批撤离。平一批撤离，第1批从东门开始，燕北归任地面防线总指挥。火种计划，受潮还没到最大波数，这时候撤离平民，等于放弃城墙外围防线。贺副处长签的字，他刚回办公室，第一件事就是签字。要么是他真的停了，要么是他停之前最后一招已经布好了，都不是。他签火种计划是因为他知道天亮之前城墙会碎，他在做人的选择，保人不保城。我去指挥部一趟。林大小姐，贺崇林现在在办公室签文件，你去找他是去问话还是去杀人？问话，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。你来问火种计划的事。你签字的时候在想。你来问火种计划的事。你签字的时候在想什么？阿念死的那天，如果城墙上的人更早开始撤离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了？你签火种计划是对的，但你前面的15年是错的。我知道。你打完回来要告诉我，我替你画勾。你替我记。行，我替你记。你打完回来，我告诉你画了几个圈。火种计划已启动，第1批平民将在半小时内从东门撤离。燕北归队长任地面防线总指挥。撤离期间，城墙防御不降级，残章小队全员上墙。撤离窗口多长？预计3个小时。东门通道清障完成后，第1批车队出发，第2批在北门2小时后启动。他醒了7成了。天亮之前，最后一轮。守住，守住，撤完为止。这一波至少3倍，前排是速度型，后排是夹克型，天上有服役。第一波只是探路的，现在来的才是真的。回忆缠成结，你说的永远还在那间空的房间，只剩我。搬石头！快出来呀！我们入场就要到了。
凌霜校官，总队长雷火正式命令，你立刻返回总部述职，不得在第7主堡继续逗留，拒绝执行将以叛逃论处。等受潮退完，退完了我就走。凌霜校官，这不是请求，这是命令。我说了，等受潮退完。长官，要不等会儿，这边风大，等会儿。长官，要不等会儿，这边风大，等会儿又起一波受潮，您站这儿不好办。半杯冷茶，我温度，酒醒自己已模糊，我还在等你脚步，回忆缠成解不开。那位长官说叛逃，你知道那2个在冥府系统里是什么意思吧？追捕令全境通报，所有传录，所有珠宝都不接收，档案打上红标，你一旦走了这条路回不去的。知道。那你还留下来？那份诉职令你接了就走，回去顶多挨一顿骂。你哥的事也还有个官方说法可以继续查。你留在这儿，明天天亮你就是一个没有编制的叛逃者。这世上最蠢的事，就是听一个你自己都不信的命令。你信那份诉职令吗？不信。你选好了？选好了。天亮。选好了。天亮之前，受潮会再来。这一次，城墙就撑不住第2轮了。那就让他撑住。燕队长，你该撤了。我撤了，谁替你们挡侧翼？你已经挡了很多年了。你哥走的时候，我答应过他，替他看着你，等这一波打完再走。守住，死战不退。还有4头。江叔，东边顶不住了，叶队长让你带着灯撤到内城。灯不能灭，烧塔要塌了。 23年了，我儿子走的时候说，这盏灯亮了23年，今晚它也得亮着。你走吧，去东边帮忙，灯我守着。儿子，今晚灯亮着，你要是还找得到路，就顺着光回来。林霜，死不了。还剩3头。他醒了。他在叫我。他要醒了。BB画的是他翻身，现在他要坐起来了。 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他在喘气。我们还有时间。多久？够我们把他打回去。一个人打不穿他的防御，但4个人可以试试。那就试。苏叶拆阵，陈不语封左翼，沈千秋压中路，我打头阵。杀！ 拿手，压住，别让他拉你。
城墙！燕队，侧翼防线快撑不住了，石兽从裂隙里还在往外涌，我们的人不够了。让二队撤到内城防线，侧翼我来。你一个人怎么？我攒的命够多了，够用。你带着人走，去帮凌霜那边。风，替我活下去。他学聪明了，避开我们打后面，挡住他！阿双，往前看，别停在原地，别舍不得让他碎，该碎的时候你得比他硬。让开！我说过打不穿他的甲，但我没说我打不穿他的脚。自己，就是自己遗忘。老头，杨梅面。队长，我想是时候该碎了。这一击下来，后面的人全得死。我受够了。剩下的总如一寸交给你们了。就碎了你也会死，该碎的时候你得比他硬。归墟最后一个人，活着就是为了今天。队长，做自己不如做最后一把刀。做自己不如做最后一把刀。归墟的账我还了。阿双，等我回来，1个月。往前看，别停在原地。帮我掀开他的甲，最后一刀。是幸运，该我动真格了。我一直在等一个人，等了很久。等我一下，走到我的等不到也没关系了。直到遇到你们3个，是你们让我觉得认识你们是件值得幸运的事。手臂裂成这样，以后瓜子都嗑不动了。你们活着就好。天亮了。你们都还在。